今天我们要揭晓全球10大健康海鲜排行榜。许多人一提到营养海鲜，就会想到昂贵的鲑鱼，但事实上，鲑鱼在这份榜单中仅排第7名。那究竟有哪些海鲜打败了鲑鱼呢？更令人惊讶的是，排名第1名的海鲜平价又美味，却有90%人从没注意过。现在就让我们从第10名开始，一路倒数到第1名，看看哪些海鲜最有益健康，同时了解每种海鲜背后的营养秘密和实用小知识。准备好了吗？一起潜入海洋，探索这份健康保障榜单。第10名，龙虾。提到龙虾，你可能首先想到的是高级餐厅的豪华大餐，而非日常健康食品。事实上，龙虾曾经在19世纪时被当作海边的蟑螂，廉价到常拿来喂猪或做成肥料。如今身价翻倍，成了奢华美食。从营养角度看，龙虾的肉质鲜甜嫩滑，蛋白质丰富且脂肪含量低。每100克龙虾肉含有约20克优质蛋白，几乎不含脂肪，热量也不高，非常适合作为增肌或控制体重时的蛋白质来源。龙虾还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例如锌、硒和铜，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其中的锌对男性健康尤其重要。还有海中威而钢的戏称，难怪有人说适量吃龙虾有助于提高活力。不过龙虾虽好，也要适可而止，它的胆固醇含量相对较高，100克龙虾肉的胆固醇约有150毫克左右，因此中老年人和血脂偏高的人要控制分量，建议一次食用不超过半只中等大小的龙虾，并搭配蔬菜水果，避免摄取过多胆固醇。如果实在担心胆固醇，可以把龙虾的黄和虾膏部分少吃，因为这些部位胆固醇更高。还有就是烹调方式也很关键，清蒸或水煮是保留龙虾营养的最佳方式，少用黄油爆炒才能避免额外的饱和脂肪。总的来说，龙虾作为一道奢华的高蛋白低脂美味，只要掌握好食用频率，完全可以成为健康饮食的一部分。现在你可以放心地告诉自己，偶尔犒赏一下吃龙虾，不仅满足口腹之欲，也是在补充优质营养呢。第9名，虾。日常菜市场中最常见的海鲜之一就是各种虾子，无论是甜白虾、炒虾还是对虾，它们都是餐桌上的人气食材。然而长久以来，许多人对虾有个误解，担心吃虾会摄取过多胆固醇。其实虾肉虽含胆固醇，但同时富含对心脏有益的营养素，而且脂肪极低，是非常健康的蛋白质来源。每100克虾仁约含有20克高品质蛋白，几乎不含脂肪，热量仅约100大卡出头，是名副其实的高蛋白低热量食品。虾中还蕴含了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例如虾肉富含硒，一种强力抗氧化的矿物质，还有维生素 B12、锌和碘等。硒有助于提高免疫力，配合维生素 E 可以保护细胞抵抗氧化损伤，而 B12 对神经和造血功能很重要。可以说，小小一只虾就是营养的聚宝盆。更有趣的是，虾那鲜艳的橘红色其实暗藏健康密码。虾壳和虾肉中含有一种天然红色色素，叫做虾红素，又称虾青素。这是目前发现的超强抗氧化物质之一。研究显示，虾红素的抗氧化活性远胜维生素 E 和贝塔。胡萝卜素有助于对抗体内的自由基，保护细胞，延缓衰老。虾红素还对眼睛健康和皮肤有益，难怪很多保健食品会添加这种成分。而我们平常吃虾，其实就在摄取天然的虾红素。此外，虾的壳富含甲壳素、己丁质。有研究指出，甲壳素在肠道中能与胆固醇结合，帮助降低胆固醇的吸收，堪称天然的降脂物质。当然，一般吃虾时，我们不会真的把硬壳嚼碎吃下去，但若用虾壳熬汤，这些成分也会部分释出。最后要提醒，吃虾的烹调方式很重要，清蒸白灼最能保留营养。油炸香酥虾虽然酥脆可口，但油炸会让原本健康的海鲜沾上大量油脂，不利心血管健康。总之，只要不过敏，适量食用，虾绝对是有益健康的美味。下次再有人说虾胆固醇高不能吃，你就可以微笑告诉他，适度吃虾
不但不会伤心血管，还能补充高蛋白和多种营养，对身体有百利而无一害呢。第8名，金枪鱼。金枪鱼因为肉质细致，风味绝佳，被称为海中尾王，是日料刺身和西餐沙拉中的常客。我们熟悉的生鱼片里经常有鲔鱼红肉，沙拉罐头里的油渍鲔鱼更是方便又美味。然而在健康排行榜上，金枪鱼只能位居第8，原因何在呢？原来金枪鱼的营养非常丰富，但其排名受限于汞含量的考量。让我们先看看它的优点。金枪鱼肉属于高蛋白低脂肪的鱼类，每100克鲔鱼肉含有约23克蛋白质，脂肪含量却不到1克，而且多为对心脏有益的不饱和脂肪。其中的 Omega-3 脂肪酸含量也相当可观，有助于降低三酸甘油酯、血脂和抗发炎，对保护心血管很有帮助。金枪鱼还富含维生素 B 群和维生素 D， 例如鲔鱼中的烟碱酸维生素 B3， 有助于维持皮肤和神经系统健康。B12 则有益红血球生成。鲔鱼也提供不少矿物质，像是硒和镁。硒是抗氧化矿物质，可保护细胞；镁则有助于骨骼和心脏健康。可以说，鲔鱼本应是健康明星，难怪很多健身人士和运动员都爱吃鲔鱼来增肌。然而，金枪鱼的缺点在于，它属于海洋中的大型掠食性鱼类，体内容易蓄积汞等重金属，特别是体型大的品种，如长鳍尾、黄鳍尾、蓝鳍尾，它们寿命长又处于食物链高层，每吃一条小鱼就累积一点汞，日积月累，鱼肉中的汞浓度比小鱼高出许多。如果我们过量摄入这些大型鲔鱼，汞在人体内累积，可能损害神经系统，对孕妇和小孩尤其不利。因此，各国营养专家都建议吃鲔鱼要适量。幸好，金枪鱼家族中也有平价小鲔鱼，比较安全，例如正煎，也就是柴鱼、煎鱼和 skipjack， 统称为轻型鲔鱼，体型较小，汞含量低，可以放心吃。市售的鲔鱼罐头大多使用这类小型鲔鱼，属于低汞海鲜，每周吃个2-3次问题不大。但如果是吃生鱼片中的大型鲔鱼，如黑鲔鱼 Toro， 就不宜贪多，一周一次小分量品尝即可。总的来说，金枪鱼营养高且美味，只要选对品种并控制频率，仍然是很棒的健康海鲜。想要心血管更强健，可以将油渍鲔鱼罐头的油沥掉再食用，减少摄入过多油盐，把鲔鱼加在全麦面包或沙拉里，就是一道高蛋白低碳水的健康料理。记住，聪明选择金枪鱼，就能扬长避短，享受大海给予的鲜美与营养。第7名，鲑鱼。风靡全球的明星鱼鲑鱼，也称三文鱼，仅排第7。许多人也许难以置信，毕竟在过去10几年里，鲑鱼一直被宣传为心脏之友、大脑食粮，甚至成了健康饮食的代名词。不可否认，鲑鱼确实营养丰富，它是 Omega-3 脂肪酸的极佳来源，富含 DHA 和 EPA。这些不饱和脂肪酸能降低血液中的三酸甘油酯，提升好胆固醇 HDL， 从而保护心血管，预防动脉硬化。同时 DHA 被称为脑黄金，有助于大脑和视网膜的健康，对中老年人的记忆力和儿童的脑部发育都很重要。除了鱼油，鲑鱼还提供丰富的维生素 D 和优质蛋白质。100克鲑鱼大约能提供每日所需维生素 D 的70%以上，这对骨骼和免疫功能非常关键。蛋白质方面，同等重量的鲑鱼含蛋白约20克，而且消化吸收率高，是构建肌肉的好食材。不仅如此，鲑鱼还含有硒、碘、维生素 B12、B6 等多种营养。在海鲜中，鲑鱼可谓全方位的营养选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野生鲑鱼肉质呈现的橘红色，这来自于它们摄食磷虾所获得的天然抗氧化物质虾红素，又称虾青素。虾红素能够减少体内发炎反应，保护细胞不受氧化损伤。有研究认为，这或许是爱吃鲑鱼的北欧民族心血管疾病较少的原因之一呢。既然鲑鱼这么好，为什么没有排到前3，反而只在第7名呢？这主要有2点原因。其一是相对的重金属与污染物风险，
其二是与更加选择相比的营养密度。首先，鲑鱼虽然不像尾鱼那样汞超标，风险高，但养殖鲑鱼可能存在药物残留和污染物问题。现代许多鲑鱼是人工养殖，为了让鱼群快速长大，有的养殖场会投喂抗生素、防腐剂，甚至人工色素来让鱼肉更红。这些残留物质累积在鱼脂肪中，长期大量食用对健康不利，所以在吃鲑鱼时，尽量选野生鲑鱼或正规养殖且有检验合格的产品。如果是超市购买的冷冻三文鱼，可以留意标示产地和养殖方式。相比之下，阿拉斯加野生鲑鱼因为在洁净寒冷海域自然生长，体内污染物含量更低，营养价值更高，其鲑红素含量也较高，使得鱼肉呈现漂亮的深橘色。同时，和其他上榜的小型鱼类相比，鲑鱼算是中大型鱼，汞累积虽不及尾鱼，但也高于小鱼，因此不能无限制的吃。营养专家建议成人每周食用2到3份。油脂丰富的鱼总计约226克，鲑鱼就包含在内，吃这个量既能获益又避免潜在风险。第二个原因是营养密度的比较。虽然鲑鱼营养很全面，但我们榜单上还有几位选手，他们在某些营养指标上甚至胜过鲑鱼。例如稍后要介绍的沙丁鱼，不仅富含 Omega-3， 连钙质和铁质也远超鲑鱼。又比如某些贝类在微量元素的含量上让鲑鱼相形见绌，所以鲑鱼最终只名列第7。但千万别误会，这并不意味着鲑鱼不健康。事实上，鲑鱼依然是非常值得常吃的健康食物，特别是对于心脑血管保养和提升免疫力。只是我们想强调，饮食多样化很重要，不必把所有期待都压在一种鱼上，偶尔用其他鱼替换鲑鱼，既可享受不同美味，又能摄取更广泛的营养。综合来说，鲑鱼依然是宝，只是还有更经济、更营养的宝中之宝等着我们去发掘，所以别气馁。我们继续往前看，到底是哪些海鲜击败了鲑鱼呢？第6名，阿拉斯加霞雪明太鱼。也许你对霞雪鱼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但提到明太鱼，你可能就有印象了。日韩料理常见的明太子其实就是明太鱼的鱼卵，而我们在素食店吃的麦香鱼汉堡、便利店的鱼板鱼炸鱼条，主要原料多半也是这种鱼。阿拉斯加霞雪学名黄线霞雪，俗称阿拉斯加鳕鱼或明太鱼，是生活在北太平洋和白令海的一种冷水鱼。它的特点是肉质雪白细嫩，没有小刺，味道清淡，接受度高。从营养角度而言，霞雪鱼是低脂高蛋白的代表。每100克霞雪鱼肉含有约18到20克蛋白质，脂肪却不到1克，热量仅约90大卡，几乎不含碳水化合物，是非常健康的纯蛋白来源。对于想减重又怕饿的人来说，吃鳕鱼既有饱足感，又不会摄入多余脂肪。更棒的是，霞雪鱼属于深海鱼，虽然脂肪少，但仍含有一定量的 Omega-3 脂肪酸，可以为我们提供心脏和大脑所需的好油。当然，它的 Omega-3 含量不如那些多汁的鱼类，例如鲑鱼或青鱼，但每份大约仍能提供数百毫克的 EPA 加 DHA， 胜过一般的瘦肉类食物。除了蛋白含鱼油，霞雪鱼还提供维生素 B12、磷、硒等营养，特别是硒元素，在这种海鱼中含量丰富，适量摄取对抗氧化和甲状腺功能都有益处。总的来说，霞雪鱼的营养虽不算极其突出，但胜在均衡清淡，很适合需要控制油脂摄入的人群。那么，霞雪鱼为什么会名列第6？这其实和食物安全与日常摄取量有关。阿拉斯加霞雪生活在洁净寒冷的海域，汞含量极低，几乎没有重金属污染风险。美国 FDA 将明太鱼列为最佳选择，海鲜之一，意味着每周吃2到3次都没问题，不用担心汞中毒。对比一些名气大的鱼类，如旗鱼、青黄鱼等含汞量高的鱼，霞雪鱼就显得安全多了。更令人欣慰的是，阿拉斯加霞雪属于永续渔业的典范，它们数量非常丰富，占白令海鱼类总生物量的60%以上，而且阿拉斯加对此有严格的捕捞配额管理，不会过度捕鱼，因此我们可以安心享用，而不必有环境上的罪恶感。由于霞雪鱼肉质细嫩少刺，料理起来特别省事，
小朋友和牙口不好的长者都很适合吃。你可以将它清蒸、煮汤或是做成鱼丸，没有明显的腥味，怎么煮都容易入味。在欧美，霞雪鱼常被制成五谷鱼排，轻撒黑胡椒、柠檬汁烤一下，就是营养满分的晚餐。在亚洲，很多鱼饼、关东煮食材也是用霞雪鱼浆制成，既提供蛋白也带来鲜味。或许你没注意过，但你可能早就在不知不觉中吃下不少霞雪鱼了。总之，阿拉斯加霞雪虽然平平无奇、默默无闻，却以安全、清淡和高蛋白的特质赢得了健康专家的青睐，稳稳地占据了榜单的第6名。下回看到不起眼的鱼柳，不妨记得它的名字，也许那就是健康又环保的阿拉斯加霞雪呢。第5名，淡菜贻贝。接下来登场的是一种平民海味淡菜。很多人对淡菜这名字感到有趣，明明是海鲜，为何叫做淡菜呢？其实淡菜就是我们熟悉的贻贝，在某些地方也称青口，是一种常见的双壳类贝类。相传古人将贻贝肉晒干保存，味道变淡了，所以称为淡菜。不过淡菜的营养可一点都不淡，它可是海鲜中的营养浓缩丸，曾被称为海中牛奶，因为其营养成分和牛奶一样丰富且均衡。首先，淡菜、贻贝和其他贝类一样，拥有高含量的优质蛋白。每100克熟淡菜肉含有约18克蛋白质，比鸡蛋还高，而且脂肪极低。更惊人的是，它的维生素与矿物质密度，以维生素 B12 为例，100克淡菜就能提供超过每天所需 B12 的2倍以上。维生素 B12对于红血球制造和神经功能至关重要，缺乏会导致贫血和记忆力问题。很多老人家容易缺 B12， 而吃一盘淡菜就补足了。难怪在沿海地区，老一辈常说吃淡菜补血养生。淡菜也是极好的铁质来源，100克淡菜肉含铁约5到6毫克，接近每日建议量的1/3。对于素食者或不爱吃红肉的人来说，贻贝是弥补铁质的绝佳途径。除了铁和 B12， 淡菜还富含锌、锰、碘和 Omega-3 脂肪酸。锌有助于增强免疫和伤口愈合，锰参与骨骼生长和代谢，碘则是甲状腺激素的原料之一。更特别的是，虽然贻贝不是鱼，但它的 Omega-3 含量并不低，每100克淡菜约含500毫克左右的 Omega-3， 这在贝类中是名列前茅的。Omega-3 有抗发炎和保护心脏的作用，因此常吃淡菜对心血管也有益处。可以说，小小一颗贻贝蕴藏着惊人的营养能量。除了营养丰富，淡菜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低污染、安全无虞。因为贻贝是滤食性生物，它们栖息在浅海岩石上，以浮游生物为食，不像大鱼会累积太多重金属。特别是人工养殖的淡菜，通常附着在悬吊的绳索上成长，远离海泥沉积物，因此重金属和污染物很低。科学检测显示，养殖淡菜体内的锌、镉等含量都符合安全标准，是相对洁净的海鲜。在推广永续海鲜的运动中，贻贝还被评为环保海鲜。养殖贻贝不需投喂饲料，它们自行过滤海水中的营养生长。养殖过程不但不污染环境，还能净化水质，可谓一举两得。所以多吃贻贝不仅利己，也利人利环境呢。至于烹调方面，淡菜可塑性很高，无论是法式白酒煮淡菜、台式姜丝炒淡菜，还是加入汤品蒸鲜，都非常美味。新鲜贻贝在锅里开口的一瞬间，满屋飘香，让人食指大动。唯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确保贻贝新鲜并充分煮熟，以免海洋中的细菌病毒残留。如果买不到新鲜的，也可以购买干淡菜、干贻贝来泡发煮粥或煲汤。老一辈常用干淡菜配合中药材煲汤滋补身体，由此也侧面印证了淡菜的确营养不凡。总之，淡菜、贻贝物美价廉又营养满分，在本榜单中脱颖而出，荣登第5名。下次逛市场看到一袋袋青口贝，可别因为它平价就瞧不起它哦，这可是海洋赠予我们的营养礼物，记得纳入菜单，为健康加分。第4名，牡蛎。牡蛎有个响亮的别称，海中牛奶。和刚才的淡菜一样，牡蛎肉肥美多汁，
营养浓度极高。我们常见的生蚝就是牡蛎的一种吃法，许多人爱牡蛎鲜甜的滋味，更有人相信吃牡蛎能壮阳。这种民间说法其实有科学根据，因为牡蛎中含有大量的锌元素，而锌和男性睾酮及生殖健康有很大关系。其实不止男性，锌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维持免疫力的关键营养，还有免疫之花的美誉。令人惊讶的是，牡蛎堪称食物界含锌之王，每100克牡蛎肉含锌量高达60毫克以上，依品种而异，这已经远超成人每日所需。也就是说，吃上几颗肥美的生蚝，就能满足甚至超过1天的锌需求量。难怪有人感冒初愈，身体虚弱时会来碗河仔汤补补，因为补锌就能帮助免疫系统更快恢复元气啊。除了锌以外，牡蛎还是维生素 B12、铜硒、维生素 D 和铁等的极佳来源。营养学上有一个概念叫营养密度，牡蛎就是典型的高营养密度食物之一。100克生牡蛎大约生蚝5到6颗，所含的维生素 B12 足足超过每日建议摄取量的5倍。B12 可以帮助红血球生成，防止恶性贫血及保护神经系统，对素食者或老年人尤其重要。铜元素方面也是满满的，一份牡蛎提供日需铜的数倍，有助于铁的吸收和胶原蛋白形成。硒则是抗氧化微量元素，100克牡蛎也能提供1半以上的日需硒。牡蛎中还有相当的铁质，对缺铁性贫血的人很有帮助。可以说3-5颗牡蛎下肚等于吃了一整包综合维他命。同时牡蛎的热量很低，脂肪几乎没有，每100克牡蛎只有大约70大卡，却有高品质的蛋白质约7克。这意味着牡蛎既能提供饱足感，又不容易发胖。难怪有些西方营养师甚至把牡蛎列入减肥超级食物的清单呢。牡蛎不仅营养强，还蕴藏着特殊的氨基酸。科学家在牡蛎中发现了一种叫牛磺酸的物质，这也是很多能量饮料的成分来源。牛磺酸可以帮助肝脏解毒，调节血压，对心脏和视力也有益处。而牡蛎恰恰富含牛磺酸，加上它丰富的锌，可以说对男性前列腺健康、提高精力都有一定好处。所以牡蛎自古以来就被视为壮阳食品，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不过不论男女，食用牡蛎的最大收获还是全方位的营养补充。爱美的女性也许更在意牡蛎富含的胶原前驱物质和抗氧化成分能让皮肤更有弹性，气色更红润。如此养颜又益壮的牡蛎理当排行靠前。当然吃牡蛎也有几点需要注意，生食安全是第一要务。由于牡蛎以滤食海水中的浮游生物为生，如果海水受到污染，例如有诺罗病毒、大肠杆菌，牡蛎体内可能累积这些病原，生吃就有风险。所以一定要选择清洁海域培养、经检验合格的生蚝，或透过高温煮熟来吃最保险。另外，有些人对海鲜，特别是贝类敏感，吃牡蛎可能会过敏，这类人就要避免。还有一点，牡蛎的嘌呤含量不低，痛风患者也得节制。但是对于大多数健康人来说，每周吃上1-2次牡蛎完全没有问题。想着那浓郁海味在舌尖迸发，再想到它同时为身体带来满满营养，是不是觉得更美味了呢？总而言之，牡蛎实至名归地，荣登我们榜单的第4名，是值得所有人关注的海洋营养瑰宝。下次有机会，不妨来份鲜美河仔煎或者烤牡蛎，好好享受大海的馈赠吧。第3名，飞鱼来到前3名。我们迎来了一款在亚洲餐桌上较少见却深受欧洲人喜爱的小型鱼——飞鱼。飞鱼或许不像鲑鱼、青鱼那样为大家所熟知，但在全球最健康海鲜的评比中，它绝对当之无愧能站上前3。飞鱼是一种油脂丰富的冷水小型鱼，多产于北大西洋和北冰洋海域。它们通常成群结队洄游，是海豹、鲸鱼等的主要食物来源之一。对我们人类而言，飞鱼简直就是营养黄金鱼。首先，飞鱼的 Omega-3 脂肪酸含量极高，每100克飞鱼可以提供大约2克以上的 EPA 和 DHA， 与鲑鱼不相上下，甚至更胜一筹。这意味着常吃飞鱼可以有效降低血脂、抗发炎、保护心血管，
也有助于提升大脑认知功能。难怪北欧地区的人们盛赞飞鱼是送给心脏的礼物。除了鱼油，飞鱼还是维生素 D 的超级来源之一。在日照不足的高纬度国家，飞鱼是重要的维生素 D 来源。根据资料，一份 3.5 盎司约100克的鲜飞鱼就含有超过1100 IU 的维生素 D， 远远超过成人每日需求约600 IU。简单来说，吃一条飞鱼胜过晒太阳，好比给身体注入一剂阳光维他命。维生素 D 对钙质吸收、骨骼健康和免疫都有关键作用。很多人缺乏，而经常吃飞鱼的北欧人，或许正因如此，骨骼更强健，免疫力也较好。飞鱼的营养亮点还不止这些，它还富含维生素 B12、硒、磷和蛋白质。100克飞鱼可提供超过日需求2倍的维生素 B12， 让你的造血机制和神经系统运转良好。硒则是抗氧化的重要元素，适量摄入有助减少体内炎症和保护甲状腺。磷在飞鱼中含量也很高，是构成骨骼和牙齿的基本矿物质。当然，飞鱼的高品质蛋白同样值得一提，每100克飞鱼含约19到20克蛋白，且容易消化吸收，是孩子和老人都适合的优质蛋白来源。值得注意的是，飞鱼和沙丁鱼有点类似，可以连骨带刺一起吃，通常是腌制或罐头形式。它们的细刺在制备过程中变软，吃进肚子里正好补充钙质。一罐经典的卤飞鱼，瑞典人传统发酵飞鱼太臭不推荐，但一般腌飞鱼很好，就是钙质来源相当于喝下一大杯牛奶呢。所以说，飞鱼不仅提供鱼油加维生素 D 组合，还顺带让你补铁、补钙、补蛋白，真是全能。也许有人会问，既然飞鱼这么好，为何平时很少见到我们吃呢？这和饮食文化有关。在欧洲，特别是北欧国家，腌制飞鱼和烟熏飞鱼是历史悠久的传统美食。他们将新鲜飞鱼用盐腌或熏烤保存，夹面包配马铃薯，非常普及。在东亚，虽没有飞鱼的传统，但我们有类似的鱼类，如秋刀鱼和丁香鱼、凤尾鱼等，也属于小型多子鱼，营养价值相近。秋刀鱼烤一烤，香气逼人，且含丰富油脂和维生素 D， 而干的小鱼干、丁香鱼更是补钙佳品。可以说，无论东西方，小鱼干大营养的道理相通，只是飞鱼本身在亚洲水域产量不高，我们接触不多。但随着全球食品交流，如今在一些超市其实能买到进口的飞鱼罐头或冷冻飞鱼。如果有机会，不妨一试煎飞鱼搭配柠檬，或用番茄酱炖飞鱼，都是不错的料理方法。需要注意的是，飞鱼因为常以烟熏方式保存，钠含量偏高，购买时可选水净或低钠版本，更健康。总之，飞鱼能进入我们的健康海鲜榜，并高居第3，正是因为它在 Omega-3 和维生素 D 等重要指标上独占鳌头。同时，作为小型鱼，它没有明显的重金属顾虑，安全性优良。希望未来我们餐桌上能看到更多飞鱼的身影，让这位沉默的营养英雄为更多人所熟知。第2名，青鱼。亚军宝座由青鱼获得。说起青鱼，爱吃日料的人一定不陌生。日式烧青、盐烤青鱼，那油花四溢的口感令人难以忘怀。在台湾和香港，青鱼常被翻译为青鱼或青花鱼，是物美价廉的家常鱼。许多人可能不知道，这看似普通的青鱼，营养价值竟如此之高，足以拿下全球健康海鲜的第2名。首先，青鱼与鲑鱼一样，属于多脂肪鱼类，富含对健康极为有益的 Omega-3 脂肪酸，特别是 EPA 和 DHA 的含量，青鱼几乎可以媲美甚至超越鲑鱼。经测算，每100克大西洋青鱼约含有 2.5 克左右的 EPA 加 DHA， 这是个非常可观的数字。如此高含量的 Omega-3 使得青鱼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抗凝血和抗发炎方面表现突出。常吃青鱼可以降低甘油三酯，增加血液中好的胆固醇，还能降低血小板聚集，减少血栓风险。难怪有研究发现，爱吃青鱼的日本人罹患心脏病的比例相对较低。除了油脂，青鱼还是维生素 B 群和矿物质的宝库。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维生素 B12 和硒100克青鱼可以提供超过每天所需的2倍维生素 B12， 逐渐其含量之丰。B12 不仅造血，还参与神经髓鞘形成，对维持大脑健康很重要。硒作为微量元素，则具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青鱼中丰富的硒能帮助清除体内自由基，减轻氧化压力。除此之外，青鱼还含有对能量代谢有帮助的烟碱酸、维生素 B3、有助骨骼的镁和磷、维持甲状腺功能的碘等等。一条小小青鱼，营养成分广泛又充足，堪称海洋综合维他命。青鱼能拿下第2名，不仅因为它营养丰富，还因为它安全平价，易于取得。相对于鲑鱼、尾鱼等大鱼，青鱼属于中小型鱼类，一般体长30到50公分，生命周期短，体内几乎不累积汞等重金属，因此食用青鱼非常安全，不用担心重金属中毒。美国环保署将小西洋青列为低汞安全鱼，建议每周都可以吃。对孕妇或小孩来说，青鱼是比尾鱼更好的 Omega-3 来源。从经济角度看，青鱼也很有优势。由于青鱼广泛栖息于各大洋，产量丰富，因此价格亲民。你可能发现市场上青鱼的售价往往远低于鲑鱼，用少少的预算就能买到富含鱼油的青鱼，对小资族和大家庭来说非常友好。不仅如此，青鱼美味而多汁的特性让人容易满足，比如用简单的盐腌一腌，放入烤箱烤到皮脆肉嫩，就是一道人间美味。加碗饭能多吃2碗。也有人喜欢煎青鱼，搭配味噌酱烧或煮成味噌汤，鱼油释放到汤里格外鲜香。而在西方，青鱼烟熏后制成罐头，也是早餐佐面包的营养选择。唯一需要注意的是，有些烟熏或腌制青鱼含钠较高，食用时记得适量，搭配蔬菜以均衡营养。另外，青鱼属于油脂丰富的鱼，买回家后要尽早烹调，不宜长时间冷藏生放，以免氧化变质影响风味。总的来说，青鱼以其超群的 Omega-3 含量、多样的维生素矿物和低汞高安全性，勇夺本榜单的亚军位置，实至名归。如果你以前只把青鱼当作普通的家常鱼，现在是时候重新认识它的价值了。别忘了在每周的菜单里安排1-2餐青鱼料理，让你的心脏和大脑也和你的味蕾一样满足吧。第1名，沙丁鱼。终于来到万众瞩目的第1名，出乎很多人意料，击败所有高手，荣登榜首的，竟是既不起眼又平价的沙丁鱼。可能有朋友要问啦，沙丁鱼不是拿来喂猫、喂海豹的吗？怎么会是人类最健康的海鲜呢？别小看这种小鱼，沙丁鱼可是真正的营养之王，它集各种优点于一身，难怪营养学家们一致推崇。首先，沙丁鱼体型小，一般长度在15公分左右，属于低污染高营养的典型代表。它一生中几乎只吃浮游生物，汞含量极低，完全不用担心重金属问题，所以你几乎可以天天吃沙丁鱼而无后顾之忧，这一点连鲑鱼都办不到。再看看营养价值，沙丁鱼可谓满分选手， Omega-3 脂肪酸含量超高，每100克沙丁鱼提供的 EPA 加 DHA 常超过2克，几乎与青鱼并肩。这意味着沙丁鱼对保护心血管、抗发炎、滋养大脑有卓越效果。那些长寿的地中海沿岸老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经常吃沙丁鱼等小鱼，从而摄取丰富的鱼油。除了 Omega-3， 沙丁鱼还富含维生素 D 和钙质，这是其他鱼类少有的组合。因为沙丁鱼通常连骨带刺整条吃，例如制成沙丁鱼罐头或炖煮时，骨刺变软可食，鱼骨中的钙就被我们吸收利用。打个比方，一罐带骨沙丁鱼罐头约含7-8条鱼，其钙含量相当于一杯牛奶还多，可以提供成年人每日钙需求量的30%以上。对不爱喝牛奶的人来说，吃沙丁鱼是补钙的极佳途径。再说维生素 D， 沙丁鱼栖息在阳光充足的表层海域，体内积累了丰富的维 D。100克沙丁鱼约含维生素 D 500到800 IU， 能满足每日需求的70到 100%。钙加维 D， 这对黄金拍档一同存在于沙丁鱼中，难怪营养师笑称沙丁鱼是游泳的钙片。对预防骨质疏松，
增强骨骼牙齿。沙丁鱼效果拔群。沙丁鱼的营养强项还不止于此，它还蕴含丰富的蛋白质、铁、磷、硒、碘以及维生素 B12、烟酸 B3、维生素 E 等。100克沙丁鱼约有21克蛋白质，质量媲美牛肉、鸡肉，却更容易消化。铁质方面，沙丁鱼的含铁量约每100克 2.5 毫克，在鱼类中算高的，对预防缺铁性贫血有帮助。维生素 B12 更是相当可观，每100克提供日需量的超过 200%， 保障红血球和神经健康。而硒含维生素 E 的双重存在，让沙丁鱼具备很强的抗氧化特性，有助于清除自由基，保护细胞膜不受损伤。值得一提的是，沙丁鱼中还有一些辅酶 Q10 和牛磺酸等心脏保健成分，对维持心肌功能、调节血压都有正面作用。听到这里，你是否觉得沙丁鱼几乎无所不能？是的，沙丁鱼之所以在榜单独占鳌头，正因为它在营养全面性和密度上几乎无可挑剔，而且价格低廉，来源广泛，任何人都负担得起，能轻松将它纳入日常饮食。很多超级食物，比如藜麦、蓝莓等等，营养虽好，但价格偏高或取得不易。相比之下，沙丁鱼这种遍布全球海域的小鱼，实在是接地气的超级食物。也难怪有专家感叹，如果每个人每周都吃2次沙丁鱼，许多心血管疾病将大幅减少。那么，沙丁鱼要怎么吃最好呢？其实方法很多样。新鲜沙丁鱼可以清蒸或盐烤，原汁原味中就透出鲜甜油香。也可以含番茄一起炖煮成意大利风味的沙丁鱼番茄酱，拌面条别有风味。如果买不到新鲜的，沙丁鱼罐头是方便又营养的选择。市面上的沙丁鱼罐头有水浸、油浸、茄汁等口味，其中茄汁沙丁鱼罐头特别受欢迎，酸甜的波茄汁中和了鱼的油腻，还额外提供茄红素等抗氧化物质，可谓双重健康。把茄汁沙丁鱼罐头倒入锅中，加点洋葱和蒜末，稍微一热，就是一道下饭神菜。而水浸沙丁鱼罐头则比较原味，可以用来做沙拉、三明治馅料或剁碎拌在炒蛋里，既增风味又补营养。需要注意的是，某些油浸罐头可能钠含量较高，选购时可以看看标签上的盐含量，如果偏高就适量吃，搭配蔬菜平衡。总体来说，沙丁鱼的料理弹性非常大，也很难煮失败，真是懒人健康食品的不二之选。最后，我们再强调一次沙丁鱼的健康经济学。一条沙丁鱼也许价格不到鲑鱼的1/10，却提供了不逊于鲑鱼的 Omega-3， 更额外奉上钙、铁、维 D 等多种营养。这么高的性价比，绝对值得列入日常菜单。不少人在知道沙丁鱼的好处后，都开始在家中常备沙丁鱼罐头，作为快速健康餐的首选食材。对繁忙的上班族和银发族来说，这种方便取得又好消化的小鱼尤其友好。怪不得本排行榜将沙丁鱼推上冠军宝座，它真的当之无愧。如果过去你对沙丁鱼的印象还停留在气味重、廉价货，那现在是时候改观了。沙丁鱼其貌不扬，却是名副其实的平民超级食物。从今天起，给餐桌上的主角们腾点位置给沙丁鱼吧，让这位隐藏的健康冠军也为你的营养把关。看完以上排行榜，你是不是对海鲜有了全新的认识？原来那些常被我们忽略的小鱼小贝，才是真正的健康营养库。相比之下，大名鼎鼎的鲑鱼、龙虾反而要退居二线，令人不胜唏嘘。当然，我们并不是说鲑鱼、龙虾不好，而是希望大家明白，健康饮食的奥秘在于多样化与智慧选择。有时候，价格昂贵的未必最好，平凡无奇的反而暗藏黄金。透过这份榜单，我们学到了几点：小型鱼类更安全，例如沙丁鱼、青鱼、飞鱼等，汞累积少，可以常吃，多吃无鱼。同时，它们往往油脂丰富， Omega-3 含量高，非常适合保养心脑。贝类是营养宝石，像牡蛎、淡菜这些看似不起眼，其实富含各种微量元素和维生素，是天然的综合维他命，但要注意新鲜和烹调方式，确保食用安全。高蛋白、低脂肪、
榜单中的海鲜大多数蛋白质含量惊人，脂肪却很低，除了特意强调的好油 Omega-3， 这意味着海鲜是减重和增肌人士的好伙伴，比起红肉更健康易消化。抗氧化高手虾红素、牛磺酸、硒等等抗氧营养都广泛存在于海鲜中，难怪常吃海鲜的人普遍血管弹性较好，皮肤较有光泽，这和这些抗氧物质有很大关系。话说回来，尽管海鲜好处多多，均衡饮食还是关键。我们建议每周吃鱼2到3次，其中至少1次是富含 Omega-3 的油脂鱼类，比如上述前几名，同时搭配五谷杂粮、蔬菜水果，才能全面摄取营养。此外，注意海鲜的烹调方法，清蒸、水煮、烤制都是较佳选择，尽量避免油炸裹粉，否则再好的海鲜也可能因大量油脂而失去健康意义。最后，别忘了环境与永续，海洋资源并非取之不尽，我们在享受海鲜的同时，也要关注来源是否可持续。幸运的是，我们榜单里的多数品项，沙丁鱼、青鱼、贻贝、霞雪等，都是相对环保永续的选择。这意味着多吃这些，不仅为自己的健康加分，对海洋生态的压力也较小，一举两得，何乐不为？听完了这么深入的分享，希望您有所收获。全球10大健康海鲜排行榜给了我们许多惊喜和启发。原来真正的健康美味其实就在我们触手可及之处。现在是时候走进市场或超市，选购一些榜单上的海鲜，亲自下厨品尝，为自己的身体加点海洋能量了。祝愿大家都能吃得聪明，吃得健康，在美味中收获长寿和活力。下次开饭时，别忘了邀请这些海洋营养明星一起上桌哦。